里面是平的哦，外面才有造型变化。那这是通常会用在哪一种阶段上面的？好，所以你就可以呢，透过移动薄壳的顺序，你就可以做出2种不同的效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魔剑队，我是雷系教师阿如。保特瓶上面不是会有一些纹路吗？它也可以做一直线的。我们今天要介绍直线复制排列，那这个是不规则曲线的嘛？比如说我想要做一点特别的，比如说下面我想要是直接一圈的，我们用上基准面来产生新的平面。我想要往上抬到80的位置，从这个位置呢去画，这个平面1上面去画草图，怎么画？你要真的画一个圆吗？不用啦，直接这边有一个叫做相交曲线的，去选取这个圆，打勾，它就会自动帮你把这个瓶子的外轮廓造型跟这个平面1互相交错的地方把它画出来。所以如果你今天这个瓶子因为是水桶腰的形状，如果你有做一些腰身，比如说中间变细呀，然后呢又变大啊，或怎么样，那你用这种相交曲线的方式，不管你这个平面1去设计变更高度，往上或往下，它都会随着这个瓶子的瓶身造型的变化去改变它的草图。这个是你不用再额外自己去画的，那你就可以做出非常多的变化。这是平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离开，可以去做扫出除料。我忘记勾选了，扫出除料。然后我们刚才是用3嘛，那这个也3。那下面的我想要多弄几条，那就是一样直线复制排列。我们基准轴加上特征，扫出除料，往下。那看你要几个，比如说4个、5个、6个，6个太多，它怎么没有出现问题啊？原来是因为几何复制已经勾上了。所以如果你是用分割线去做那个路径的，而不是像我用草图，这个除料2是用草图做的路径，它在直线复制排列的时候就不会出问题。所以如果你是用分割线去做那一个路径，那你就必须要去勾那个几何复制的问题。所以通常我不是很喜欢用分割线去做啦。好，那里面的形状啊，其实也很简单啦，你就可以直接去做薄壳。比如说我们刚才是打3，对不对？通常保特瓶没那么厚了，然后剖开给你看，有没有？好，然后就做出这样的效果。那刚才这个3好像有点太多，没关系，你们再自己去调整。赶快订阅阿如的频道，跟着阿如一起迈向雷系建模大师的目标吧。有帮它外观啊，我去挑了一个塑胶啊，把它丢进来，透明塑胶丢进来。那我是要给你们看的是，我圆角也有加，这个地方就有凹痕，会很漂亮的形状出来。那里面没有嘛，对不对？那今天你可以考量到你的设计需求是什么？有的是外面有轮廓，里面也想要有轮廓，可是有的是外面有轮廓，可是里面不想要动。那怎么办？那很简单，薄壳往上拉，你就可以解决掉你只动外面，里面没有的意思。里面是平的外面才有造型变化。那这是通常会用在哪一种阶段上面的？比如说你今天加工制成上面，你只是想要增加外面的一些造型上面的美感啊等等的，里面的都想要把它简化，这样成本比较低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可以呢，透过移动薄壳的顺序，你就可以做出2种不同的效果。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欢迎按赞、订阅或分享阿如的频道哦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。